当你开始相信自己值得丰盛，金钱就会开始靠近。有一种深刻的转变，并不发生在存折的数字改变之后，而是在一个安静的夜晚里，你坐在房间的角落，轻声对自己说：我值得。不是以某种完成了目标或达到了成就的姿态说出口，而是一种柔软、发自内心的确认。你开始理解金钱与你之间的距离，从来不是因为努力不够，也不是因为现实太残酷，而是你曾经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配得拥有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也许你学会了节省，学会了压抑欲望，学会了告诉自己够了就好。不是因为你真的不需要，而是你在潜意识里早已把丰盛与罪恶感画上等号。你怕太多，怕太好，怕别人不喜欢那个有钱的你。你怕显化的不是金钱，而是一种孤独。但金钱从来不是冷酷无情的，它有自己的语言，有自己的情绪磁场。它会回应你对自己的看法，它会向着那些内心笃定自己值得被爱、被支持的人靠近。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不再用自我怀疑绑住接收的能力。当你开始每天用新的语言与自己对话，当你不再以我还不够好作为推迟幸福的理由，金钱便开始在你生命里以各种温柔的形式现身。它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，一笔久违的收入，一个你一直梦想的合作提案。但这些显化的背后不是奇迹，而是你开始允许自己被滋养、被支持的选择。当你放下对金钱的恐惧，你才看见它真正的样子。它不是控制你的手段，不是衡量价值的标准，而是一种中性的能量，一种你有权选择接收的流动。你开始理解，匮乏是一种学来的信念，也是一种可以被重写的记忆。每当你意识到我不够的念头冒出，你便深吸一口气，温柔地告诉自己：我正在改变，我值得丰盛。这句话不是口号，它是你与宇宙之间最亲密的约定。因为当你真正相信这一点，整个世界的资源都会开始为你让路。你会开始遇见愿意看见你价值的人，开始与金钱建立新的情感连结。你会明白，丰盛从来不只是钱的数量，而是一种安全感，一种自我肯定的回响。你不再因为拥有而感到羞愧，不再为了满足别人的眼光而压抑自己。你开始让金钱成为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，一杯你喜欢的咖啡，一场你渴望已久的旅行，一份你送给自己的礼物。这些选择不再需要被合理化，因为你知道，你已经从内在那个曾经觉得不配的小孩，转化为一个可以温柔照顾自己，也能安心接收的人。金钱开始靠近，是因为你不再用恐惧驱赶它。你开始明白，接收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爱的实践。当你站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，用感恩的眼光看待每一分流入的资源，你会发现，显化的不是金钱，而是你那颗终于愿意相信我值得拥有一切美好的心。这样的你自带吸引力，你不再追逐金钱，你成为金钱想要亲近的能量场。从今天起，请温柔地提醒自己，你值得，不只是刚刚好，而是丰盛无限。这一切的开始，就在你允许自己这么相信的那一刻。你曾经是否这样以为？
只要存款够了，债务还清了，收入稳定了，生活就会安心，心就能自由。于是你不断追赶，不断努力，用尽所有的方法去追寻金钱，把它当成终点，把它视为幸福的门票。但你开始发现，一切似乎并不如预期。即使赚到了钱，心却依然不安；即使拥有了多，内在仍感空洞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金钱根本无法填满某些空缺？而事实是，金钱从来就不是目标，它只是你内在状态的延伸，是你情绪与信念的回音。它回应的不是你的辛劳程度，而是你对自己价值的信任程度。它不会因为你拼命追逐而加速靠近，反而会在你停下来与自己连结时悄然现身。你内在的丰盛是金钱显化的根源，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度信任，是一种无论当下拥有多少，依然感到安全与完整的状态。当你不再以金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而是从内在开始肯定自己，那份能量的转变就会让金钱开始流向你，不再是逃避的对象，而是自然的结果。金钱是你爱自己的一种镜像。当你学会照顾自己，尊重自己的感受，允许自己喜欢，允许自己享受，你就会发现它不再是匮乏的象征，而是生活中与你对话的一种语言。你会开始注意到那些细微的流动，有人愿意支持你的梦想，有人主动邀请你参与丰盛的合作，甚至那些过去你以为不可能的机会，也因你的能量转变而自动显化。这并非偶然，这是你从我要赚钱转变为我愿意成为丰盛的载体之后的回应。你不再焦虑于数字的变化，而是开始培养一种与宇宙对话的能力。你问自己，我今天想要传递什么感觉？我愿意为自己创造什么样的经验？你开始感受到，那些看似来自外在的金钱流入，其实只是你内在信念转化后的自然结果。你越是平静地相信自己值得，越是轻盈地选择丰盛，金钱便越是以回音的方式轻声响起。这是一种不需要控制的显化，是一种来自放松与信任的吸引力。你不再被账单压迫，不再被绩效追赶，因为你已经明白，真正丰盛的起点是内心那股我已经拥有的感觉。从此，金钱不再是目标，它变成了你与自己关系的映照。你给予自己多少爱，多少肯定，多少接纳，金钱就会以相等的形式流入你的生活。你会在简单的日常中感受到丰盛的能量在你身边跳动，不是来自豪华或夸耀，而是那种深深知道我值得，我足够的平静。所以请记得，如果你正在追求金钱，却始终感觉疲惫，请不要再向外寻找答案，先回到自己的内在，问问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，我相信自己值得被支持吗？当你真正开始相信，丰盛不必交换，不必证明，金钱就会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找上你，如同回音，温柔地回应你释放出去的爱与信任。而你将不再追逐，你会成为磁场，让金钱自然围绕，成为你内在丰盛最美的见证。你是否曾有这样的时刻，看着账户里的余额，感觉心头紧缩，呼吸不顺，即使手里还有些资源，内心却始终无法真正安心。
那不是因为你真的一无所有，而是因为你从小就学会了担心，习惯了匮乏。你被教导要小心用钱，不要太奢侈，甚至在潜意识里与金钱建立了一种紧张与不安的关系。金钱仿佛总是在你身边待不久，一进账就被用光，一有收入就马上出现新的支出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就是留不住钱的人？是不是我不够会理财，不够努力，不够配的？但这些问题的答案从来不在于外在技巧，而是在于你内心的那份安全感。金钱是一种能量，它渴望被安置在一个稳定、被信任的空间里。如果你的内在充满焦虑、恐惧与匮乏，那么它只会感受到这里不安全，于是选择离开。而现在的你已经准备好改变这一切。你开始意识到，要真正迎来金钱的流动，不是用更大的努力，而是用更深的疗愈。你开始对那个过去一直担心不够的自己说话，你轻声告诉他，你不再需要害怕，你不需要再用节制与压抑来证明你是个好人，你不必因为想要多一点就感到羞愧。你正在学习如何为金钱创造一个安全的家。这个家不是一间房子，而是一种能量容器，是一种你与金钱之间建立的全新关系。你开始改变与金钱的对话方式，从为什么又不够，变成谢谢你今天依然来到我身边；从我怕不够用，变成我相信我会一直被支持。这些语言的转变不只是自我安慰，而是你在重新编写潜意识的程式。你在教会你的大脑与神经系统，相信金钱是可靠的，是爱的表现，不是危险的象征。于是你慢慢发现，你不再因为看不到钱而恐慌，不再因为收入还没来就觉得不安。你开始有能力等一下，有信心它会来。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。你第一次感受到匮乏的恐惧开始松动，你不需要再为了控制未来而活得紧绷。你学会信任自己的创造力，信任宇宙会给你所需要的支持。这个转变带来的不只是金钱的流入，更是一种情绪上的自由。你开始轻松地面对账单，你开始允许自己买一杯喜欢的咖啡，不再心痛。你在告诉金钱，你在我这里是安全的，我不会再用焦虑逼你离开。我懂得感谢你，我会温柔对待你。金钱听见了你的邀请，它开始愿意停留，开始以更轻盈的方式回到你身边。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终于为它打开了一道门。这道门是你内在的安全感，是一种你深深知道我够好，我值得的稳定力量。从今以后，匮乏的恐惧不再主导你的决定，你不再从害怕失去中寻求安全，而是从信任中创造可能。你不再逼迫金钱留下，而是以爱与接纳让它选择留下。这样的你才是真正富有的，因为你不再被匮乏的幻觉困住。你已经在心里为金钱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家，一个他愿意回来，也愿意长久停留的地方。每一次真诚的感谢都是金钱显化的秘密通道。你也许早就听过要感恩，金钱才会来这句话，但它听起来像是一句标语，太简单，甚至有些抽象。毕竟在现实中，当你看着账户只剩下3位数的余额，
当你不知道下个月的房租怎么付，要如何真诚的感谢？要如何在匮乏中发出丰盛的震动？这正是关键所在。因为感谢从来不是因为我拥有，所以我感谢，而是因为我选择相信，所以我感谢。这是一种能量上的选择，是一种你愿意跳出线性逻辑，用心去看见当下仍旧存在的支持与资源。当你开始在生活中刻意练习感恩，你会发现它的力量远比你想象中更深远。你早晨醒来，看见窗外的阳光洒落，你轻声对自己说：谢谢这个新的开始。你买了一杯温热的拿铁，对着咖啡说：谢谢你温暖了我今天的心。你付账的那一刻，不再心痛，而是说：谢谢我有能力支付这一切。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，其实是在一点一滴中转化你的频率。当你进入感恩的能量状态，你的大脑开始重新连接过往的经验，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真的被遗弃，你只是曾经太过专注于没有，而忽略了生命一直以来所给予的一切。感恩是一种放大的能力，它会放大你已拥有的，也会为未来的丰盛打开一条隐形的通道。因为在宇宙的语言里，你所感谢的就是你愿意接收的。你越是感谢生活里的支持、金钱的流动、资源的出现，宇宙就越愿意把这些带得更多、更稳定、更具爱的形式呈现给你。而这种显化的过程常常是悄无声息的发生。一笔你忘了的退款，一个意外的转账通知，一份有人主动赠予的好意，甚至是一个你早已放下期待的机会忽然成真。你开始明白，感恩不是为了讨好宇宙，而是为了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接收丰盛的容器。你的情绪是最真实的振动频率。当你真诚地发出一个谢谢，那不是理智的礼貌，而是一种你愿意认可自己正在被支持的事实。这份认可，让你从受害者的能量中转变成创造者。你不再只是等待金钱什么时候来，而是开始对生命说：我准备好了，我已经在感谢它的到来。这样的你是不可忽视的能量磁场，金钱会自然地被吸引过来，因为它喜欢待在被欣赏、被珍惜的地方，而你正是那个让金钱安心停留的所在。从今天起，请不要再小看那些简单的感谢，每一次真诚的谢谢，都是你在打开金钱流动的秘密通道。你感谢今天的收入，即使它微薄；你感谢眼前的餐点，即使它平凡；你感谢每一次金钱的来与去，因为它都在教你如何信任。这样的感谢不是为了得到更多，而是因为你开始看见自己其实从来不曾被剥夺过什么。你只是需要一点点勇气，去感受那些已经存在的富足。当你这么做，你会发现金钱显化的真正关键，不在于你做了多少、想了多少、念了多少次吸引力法则，而是在于你有没有真诚地对生命说出：谢谢你，我看见了。而当你这么说的那一刻，金钱正准备敲响你的门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